哎，大家伙早喽！3月14号星期六，看我在哪儿？静安雕塑公园。第一次来，今天还是只能轻松跑，跟大家报告一下伤情。昨天找了个地方治了治，其实说治了治就是松解。松解的师傅也说没什么办法呀，慢慢来。我第一次来这公园，现在的状态是，如果不跑到差不多3分50以内，就没什么感觉。但是跑到3分20会有明显的感觉，就这么个状态。今天没有试，就是我说的是前几天，今天那感觉稍微好一点点。今天穿了双新鞋，而且这双鞋来的正是时候，因为这次不受伤了吗？受伤了，今天可能这段时间，今天还有下周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所有的慢跑，也许大多数时候都会穿这双鞋。这双鞋是一双很适合长距离训练和节奏训练的鞋。来给你们看看，正好新春快乐的背景，来了啊！来，3、2、1，走你！可以吧？这个是 Cloud Monster 3 Hyper。和我前2天在东京参加那个活动不一样，东京那次是 Cloud Monster 3，这个底儿更厚。你看，我其实是做了功课的。这个底儿整体上可能40多毫米，然后没有板。你穿上去走路的时候，会因为它的物理结构，你会觉得，这鞋底儿挺有存在感。但是像我这么跑起来，我今天早上可能都不到57公斤，最近身体状态确实不好。我从大阪全马之后，体重大概掉了2公斤。但是大阪全马之前那时候各种压力比较大，所以体重有点上涨。我觉得踩着很舒服，很软。就现在的感觉是，稳定不拖沓，没有板，就是鞋底不是那种刚性的，但是呢不粘地。就有的时候穿软弹的那种鞋，就是缓震特别好的鞋，会粘地，就是你感觉就跟原来小时候穿那种旅游鞋似的。这个公园好看啊，看那趴着的是牛嘛，对吧？是牛。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边有一片老房子，今天就轻松跑跑。轻松跑2、3公里，然后我冲几组，试一试感觉，就不再试这个伤了。跟大家伙分享个不成熟的观点也是，就是你伤了以后别没事试它，因为你试它不改变任何结果。我这伤也是，而且我这伤，你让我冲我也能冲，但是我一直的就这段时间的感受就是，距离超过2、3公里的高速就开始发作了。所以现在这双鞋确实正合适，而且它前后的坡差还可以，有几毫米，好像5、6毫米的样子。这大家去看参数，不是很这种就是参数方面的专家，但是呢，我觉得一双鞋，坡差是一方面，还有一方面就是它的滚动感和它的这种连续性，就是这种，就怎么说呢？就当年刚穿上Vaporfly 第1代 Next 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，但是这肯定不是，只不过现在随着设计的进步，这种普通的训练鞋也可以，所以我才说它比较适合跑一跑，就对我来说适合跑一跑中长距离。然后对于比方说您的马拉松成绩在3个半小时以外的，那跑一跑节奏也没有关系，那溜达2步，逛逛公园。花儿都开了，这是樱花吗？还是梅？
我不认识，看叶子像是樱花，是吧？哇，好看啊！今天天气不错，上海清晨的街上刚刚洒水车洒过，有点想起在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是，在大阪没有洒水车，不洒水。那时候特别喜欢早晨看着洒水车在特别空的大街上，尤其那时候跑平安大街的时候更是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伤病的状态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我觉得混一个，就只要不过程中严重发作，或者就是严重就突然变严重，我觉得混一个还可以说得过去的成绩，问题不大。然后昨天我也在想这个事儿，我觉得，无论是自己对自己，还是其他人对你自己的认可，都只是。也不能说深爱之物，但是它总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。昨天跟治疗的师傅聊，就是这东西长期主义嘛。师傅说了句让我意料之外的话，说要看未来。我觉得说得对，但是他也跟我吃了定心丸，就这个伤问题不大。再跟大家聊聊鞋吧。我其实这段时间接触了好多不一样的鞋。以前我特拧，的原因是，因为那个时候觉得我穿这一双这一个型号好，我就必须得穿这个。所以就是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转变。那排房子好看啊！特拧的原因就是觉得这个稳妥。那个时候我记得第一次去跑无锡马拉松，还专门买了一双新的1代的 Vaporfly， 在国贸那个滔博，就是那我写了239和11459的那双。后来所有的训练都是2代的 Vaporfly， 但是现在我接触了各种不同的鞋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双鞋说重量，这双鞋的纸面重量不轻的，我这双是255内长的，那就是昂跑的40，应该是对，重量不轻的可能得有250多克。但是呢，你看我这样跑，现在多快？现在5分17，这样跑的时候，它是能力大于重量的，就是它能把你推起来，就跟我们人一样。你总说马拉松运动员的精英身材，马拉松运动员有多瘦？它其实目标是不一样的。这就像你看，马拉松运动员和短跑运动员和场地运动员身材也是不一样的。短跑运动员一般比较粗壮，对吧？你看着它重，你觉得那轻一点不是能更快吗？其实不是，就是它有一平衡，就是你那个肌肉带来的力量，它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？人是这样，鞋也是这样。这双鞋有咱们冲击组，我看看大概到什么程度会能觉出它的重量开始超过了它的能力。这双5版的鞋穿上给我的感觉，提供的跑动感是很充足的。我真心话，我觉得，差不多马拉松3个半小时以外的小伙伴可以穿，4个小时以外的小伙伴穿着它日常训练，应该是很舒服的。这儿还有一小块塑胶路。我一般不横评鞋，但是我们可以举一些就是我穿过的鞋的例子。就比方说，你看很多小伙伴问我闭麦买 Fly 还是买 Turbo 3.0。我一般给大家的观点就是，如果你够不上 Turbo 就不买，这是我的观点。因为我觉得 Fly 那双鞋就是纸面上很不错，但是你真的穿上以后，你觉得它粘地，就起不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呢，精湛3 Turbo 那双鞋呢就很好。然后再看，你看我穿过的布鲁克斯烈风3，还有这双Cloud Monster 3 Hyper， 还有前两天那 Cloud Monster 3，这些鞋，
它呢纸面上其实看起来不轻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也没有板，但是它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的能向前，就这一步是一步，哎，这就很迷糊。我觉得我特别羡慕那些跑鞋评测特别有权威的大神们，就是能说出好多可能我都不一定能 get 到，都不是说我一定能 get 到的，都听不懂的词儿。但是我只能跟大家讲的是跑起来的感受。哟，大哥创作的，看这是什么花？郁金香吗？不认识啊。这是什么花啊？郁金香还小呢，对吧？对，还没开开。啊，好看啊。再过几天就好。嗯，好看好看，还真是郁金香。啊，又跑回这儿了，这片牛。哎呀，早晨真好呀。简单冲了几组，3分20、3分10、3分0几，还行。我差不多跑进3分10的时候，就我现在的状态会感觉到，哎，他脚上的鞋不是竞速鞋。你说就这个距离100来米，冲到3分20几没有感觉，但是今天我不太能3分20几连着跑很远，我也不太可能4分跑个2、3公里，因为明天比赛。对这双鞋的感受就是，我觉得我现在这么跑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啊，我立在路边，看看能不能看到脚落地，不管是快还是慢，但基本上我慢跑的时候，就真实就是这样的，就是其实我慢跑的时候，也基本上现在是前脚掌，这个确实是就是对训练年限和训练水平和跑者的水平有要求，它不是一个故意的行为。那如果我全脚掌就像以前那样，看看啊，说实话有点别扭，因为就是你一旦形成一个动作习惯之后就很难。但是全脚掌的时候，脚后跟的这种稳定感是能感受出来的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前脚掌的时候的那种那么明显的清脆感。好吧，家属来了，我们今天要拍几个东西。在上海，这个叫上海自然博物馆。特别好的环境，心情也不错。虽然受伤了，但是心情很不错。大家不用太担心，咱们明天赛场见。今天拍完去博览会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